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官方发布了策划面对面。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一次回答的内容呢，其实有一些东西改动还蛮大的，也是有影响到我们后续玩游戏的操作。并且今天的问答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讲了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问题，在线下的时候，还有包括之前一些玩家的反馈里面也是有提到过，就是希望在游戏里面可以增加更加便利的工具，就比方说资源或者是加速的总量计算，还有王国的管理工具等等。这个王国的管理工具可能包括有 DKP 之类的，或者是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去看到哪一些王国在 ABCD 组，类似是这样子。策划答复，关于加速及资源总量统计的功能，我们的方案已经设计完毕，后续也会尽快上线。同时我们也正在进行调研，征求更多玩家的意见。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的玩家比较反对在游戏中直接增加类似 DKP 的管理功能，这也是我们这么久并没有在游戏中实装这些功能的原因。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策划他们并没有快速的把这个功能上线的原因。那这里反对的玩家，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一定是这些玩家他们没有打仗，所以 DKP 比较少，不愿意公开出去。但我认为说，可能是有一部分玩家觉得说，如果增加了这个 DKP 功能之后，可能会让更多玩家更加的积极去拿到更高的 DKP。就像我之前有说过的，其实负责开集结或者是负责驻防的玩家呢，其实他们的 DKP 是真的很少。或许是担心说，如果增加了这个 DKP 之后，就会以 DKP 来衡量这个玩家到底是不是真的战士，又或者是会让玩家更加内卷。这里就问一下大家的意见了，我个人是支持增加 DKP 的系统了。第二个反馈，不理解城市主题为什么会有 debuff， 希望后续可以取消 debuff。这个就比方说我们上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虽然防御力有提升 12%， 还有增加行动力恢复，但是骑兵的攻击力要减少 10%， 这个有点离谱。策划答复，在城市主题设计之初，他们希望通过各种 buff、debuff 的结合，来使其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搭配。但随着游戏的运营，我们收集到大量玩家的反馈，认为 debuff 的设计意义不大。结合当前的游戏环境，他们决定移除所有当前城市主题未来新城市主题的 debuff 效果。哇哦，所有啊！哇，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此改动预计将在近期版本中上线。你会移除，你早一点讲啊，这样我就可以拿上次的皮肤。哎呀，哎呦，我全骑兵玩家，其实防御力的那个皮肤对我来讲是很好的皮肤来的。骑兵的装备其实最缺的就是防御力。你如果跟我讲可以移除掉那个 debuff 的话，哎呀，天哪！早知道去抢那个皮肤啊，现在有点后悔啊，而且那个皮肤确实还是蛮酷炫的。相信这个更新有不少的玩家都会感到蛮满意的，除了那些真的有拿到皮肤或者是没有去拿到皮肤的玩家会觉得比较伤心而已。第三个反馈，希望有渠道可以获得更多洗炼重置石。以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我的洗炼重置石还蛮多的，因为我没有拿到这么多的专属铭文，其实对于那些大哥来说，拿到更多的洗炼重置石会比较有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新其实对于一般玩家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我们没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洗炼重置。不过策划的答复是说，他们之后会放更多的洗炼重置石，相关方案确定后会尽快公布，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反馈。第四个问题，我相信是大多数玩家的通病，已经有阵型还没有毕业就要去追新的阵型，养成成本过高。像之前我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一开始我们是用比较多血行阵，后来又出现重击伤害的统帅需要用到攻行阵，并且在最近又出了一个原型阵专属的统帅。假设后续出更多类型的伤害统帅的话，我们要怎样去培养？策划答复，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设计，在保证玩家已经获得军器的保值的前提下，降低获取更换新阵型军器的养成成本和时间。目前考虑了新增投放渠道、优化保底体验、新增军器阵型转换等多种方式哦。假设说之后可以转换阵型的话，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当然看到这里的各位也不要高兴的太早，通常有这种什么转换啊、保底降低呢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就比方说可能你需要花钱，需要完成任务，需要拿到特定的道具之后才可以转换，所以大家也不要期待太高啦。以我认识这个游戏公司这么久以来的性格来说，肯定是会有一些要求的，但至少玩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转换不同的阵型，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至少我们不需要重新去抽过这些阵型，不需要重新花钱去培养，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第五个反馈，连续参与 KVK 的压力很大，休假期间难以凑齐足够的资源。
那么老实说，如果你是正常的玩家有去打仗的话，资源通常是不够用的，再加上如果你报名 KVK 的次数比较多，策划答复 KVK 是游戏中核心的玩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玩家可以享受在 KVK 中战斗的乐趣。对于没有足够时间持续采集资源备战的玩家，连续参与 KVK 确实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计划在后续更新中新增治疗资源部分返还的功能以便让各位执政官能够更快的备战下一次 KVK。例如 KVK 结束时，基于执政官在 KVK 中治疗部队消耗的资源总量返还一定比例的资源。那么 OK， 我觉得说可能系统它返还的资源不会说非常多，你要它返回1半以上，这个不太可能啊。但是我认为有战斗的玩家有返回资源，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之前有看到不少的观众跟我说过啊，为什么官方它不要出一些自动采集的系统，就是可以让玩家去挂机。但重点是你这个可以挂机的功能，假设说我有开很多个账号，全部账号都可以挂机，那么我是不是拥有无限的资源？甚至我还可以做资源买卖，卖给一些其他的玩家之类等等，只要你够勤劳就可以了。但是相反的，那些有战斗的玩家，他们还要自己花钱去战斗，又会遇到资源加速不充足的情况。我觉得官方这个设计是为了让玩家能够享受 KVK 的过程，也可以确保那些真正有战斗的玩家可以拿到相应的回报。所以比起自动挂机去采集完成任务呢，我更倾向于官方推出这个功能。像之前我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个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待在自己小号的时间比我待在大号的时间还要更多。就比方说我自己的主账号，我一天登录时间可能就2个小时，但是我要管理我其他的账号，其他的农场账号可能就要6个小时左右，而且是真的需要开很多个账号去帮我采集，才可以 cover 我打仗所消耗的资源。所以我个人是希望这个功能能够尽快推出，因为这个游戏已经没有多少人玩了你再不快点推出的话，可能玩家全部都走光，你还没有推出。第6个反馈，我在之前直播中有跟大家讨论过的，就是从剧本开始算起，单次 KVK 的时间太长了，中间有很多长草期，希望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策划答复，我们正在进行缩短 KVK 赛季时长及相关活动时长可能性的分析，后续会在不影响正常 KVK 体验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时间。调整方案确定后，我们会尽快通过策划面对面等形式公开，并收集大家的意见。那这个 KVK 时长太长的问题呢，其实不只是发生在一般的王国，就连现在先锋王国也会有发生。像一般的 CD 主王国，甚至有时候会提早结束 KVK。当然提早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加速资源可能在前面那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弥补一些加速资源的问题。至于在先锋王国，就是你们最近看到的事件呢，就是可能一个先锋王国匹配到一些很弱的王国，这个赛季根本没有战斗，然而你还是必须要在这个 KVK 中消耗50天的时间，这个太拖沓了。我是真的认为说可以适当性的去缩短时间。不过这里的问题策划也没有说要怎样去更改所以我们也只能等后续他们的通知。第7个问题，希望调整目前匹配算法，不想为了 KVK 匹配去伤兵、清零非战斗玩家。那其实这个问题存在很久了，官方之前想到的计划就是出现分线报名，可是分线报名其实也只是用于在那些活跃玩家比较多的王国。一般 B 组以下甚至 A 组以下的王国都不会有这么多活跃玩家，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没有用到的。策划答复，在现行匹配算法下，战力并不是我们唯一考虑的因素，兵力对王国匹配分的影响很低。另外，只有参与过近期 KVK 战斗到达一定活跃度的玩家才会记录王国匹配范围之中。你确定是这样吗？为什么最近匹配结果出炉都这么无语啊？同时我们也在设计新的匹配算法，在新的算法中，我们尝试不再考虑部队战力，同时进一步优化记录王国成员进入匹配范围的条件，使匹配时能够更精准地计算活跃玩家。除了匹配算法调整外，我们在近期版本中也推出了休假系统，以方便王国进行管理，但是休假圈只有10张而已。我们也在考虑根据王国活跃情况调整不同王国休假券数量，并为休假状态的玩家提供一定的移民令消耗折扣等可能性，就是说连移民令都帮你省下了，方便这些玩家能够移民离开。可是我觉得啦，如果那个国王知道你要移民的话，他应该不会给你休假券了浪费我的休假券，你要移民就快点移民啊。那匹配的事情我们看看就好了，因为你们也知道啦，关于匹配的事情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说过很多次了每一年都听到策划那边说有在加强有在改进我们的匹配系统，结果匹配出来的结果
还是一滩屎。所以他今天这个答复呢，我也只是当做看看而已啦，之后看他们改到怎么样了，我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第8个反馈也是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目前先锋线过低了，为了收人需要大规模伤兵。策划答复在近期版本中，他们已经上线了新的特殊移民规则，他们期待该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先锋王国的人口补充问题。后续他们会持续的关注先锋王国收人的问题，并在新的特殊移民规则上线之后收集大家的反馈，及时进行下一步的调整。那这个东西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其实要获得这个特殊移民点数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消耗很多的阵亡部队才可以获得指定数量的移民点数。但现在对于先锋王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王国想要跟先锋王国战斗，只有先锋王国跟先锋王国之间战斗才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是那个条件还是有一点苛刻啦，所以我觉得要改变先锋王国的现状还是比较困难一点。但其实策划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先锋王国活跃起来，让他们去阵亡更多的部队来交换更多的移民点数。我是比较担心这样子会不会加快一些先锋王国死掉的速度。第9个反馈，其实我在之前线上跟策划开会的时候有跟他们提过，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赠送更多的移民令。但是距离开会的那个时间呢，已经经过了1年多左右，他们目前还是没有赠送任何的移民令。那今天的问题是有说到希望可以增加移民令的投放，虽然联盟商店可以购买移民令，但是有很多联盟不愿意使用联盟分补货。对，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才跟他们说希望可以赠送多一点。那这里策划答复就有说到，他们后续会在联盟商店增加移民令每周自动上货的功能，以方便需要的玩家兑换移民令。我是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王国管理层他知道会有补货的功能，就马上上线去把这些货全部买光。我是觉得说可以补货，但是也是可能要限制玩家可能1个月只能买到特定数量而已，不然真的每一次一补货就被一个玩家给买光的话，这样子就不可以了。不过这个自动补货的功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会考验玩家之间的人性了。还有我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自动补货会不会消耗我们的联盟积分，并且如果是自动补货的话，它会有放置多少的移民令呢？这个都是我想要问的问题。第10个反馈，作为手游现在用手机操作打野仗明显比不过 PC 操作的玩家这个讲起来我都觉得好笑。我是说真的，如果你们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玩家，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去用电脑，你就可以发现到电脑操作到底有多流畅多快捷了。希望手机端操作可以优化。策划答复，我们一直在关注各个平台上游戏操作，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他们在近期就会上线一个新的操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可以像 PC 端鼠标右键一样，只使用简单的点击来进行连续的行军或攻击。同时该模式还支持与激战行军组合使用。这里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激战行军我个人觉得不好用的问题。首先，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你必须要长点空地，然后按激战行军才可以操作。那你们也知道我们战斗的时候是争分夺秒了，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操作的话已经太慢了，但如果像策划这里所说的一样，可以用点击的方式操作的话，这样就快很多了。而且激战行军的好处在于我们不需要一直去拉我们的部队，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会自动帮我们攻击下一个敌人。除此之外，还有全新升级的过滤模式等优化会一起上线，期待大家亲手操作体验并给予我们反馈，我们将持续做出更多的优化。OK， 在今天所有的问题里面，我觉得比较满意的算是这个部分吧。因为我个人也是手机端或者是平板端的玩家，对我来说升级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必要的。而且在之前多选功能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希望我们之后可以用点击的方式去点击敌人，而不是用拉的方式。像今天的答复就跟我之前所说的差不多。像策划说会改进匹配模式呢，这个我是不相信啊，但是在操作方面确实在今年官方做的还蛮不错。不管是从以前点对点的操作方式变成自由行军的模式，多选功能点点模式，还有包括过滤系统等等的升级，我个人都觉得还蛮满意的，所以我个人是很期待这个更新的，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啦。第11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增加更多减负的内容，优化游戏的体验。策划答复目前已经在开发中的有探索迷雾相关的优化，例如伺候军批量探索、加快迷雾探索速度和自动领取村庄奖励等等。同时他们也在讨论其他减负内容，例如针对打野的减负等。
打野的减负啊，包括什么东西，这边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我觉得可以加强斥候军的使用方式啦，因为现在斥候军真的只有我们去侦查其他玩家的城市之外，很少会用到斥候军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了。讲真的，在这么多期的策划面对面里面呢，这一期算是我个人比较满意了。主要这一次有针对游戏的操作、游戏的各种项目优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只是一直增加新的内容，需要我们掏钱去玩而已。当然，我也不排除最近他们会这么积极呢，有可能是因为帝国时代推出了。像我本人最近更新帝国时代的影片都比较多一点了，如果万国觉醒再不努力一点，我就要带着我的观众全部去玩帝国时代了。要让万国觉醒的策划有压力有竞争，他们才会进步。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有什么感想，你们觉得哪一些地方可以再加强，又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个部分比较满意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